夫人，展雄控制了天赐少爷，又把刘汉举安插在黑风洞监视夫人，夫人要谨慎些呀。目前夫人没有别的顾忌，最大的顾忌就是少爷的安危呀。他们明知道我要投共，为什么非要让我当这个司令？夫人，恕属下冒昧。自从夫人失去了天赐少爷，就像被人挖走了心脏一样，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缺少了判断。二当家的，你们血雨腥风追随我20载，你觉得我是那么脆弱的人吗？是啊，夫人失魂落魄之苦，在属下面前有2回：投奔红区，失去第1个孩子，和眼下失去天赐少爷。夫人绝非钢铁，而孩子就是夫人的软肋。今日进封，正如夫人所说，煞有介事，兴师动众，他们大造声势，就是要利用夫人在上清江的威望和经营黑风洞的手段，同共产党抗衡。他们不会担心夫人还会投共，因为孩子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利用天赐逼我，逼得弟兄们重新落草为寇，继续为他们卖命。二当家的，我得重申，我们活命也不允许欺贫凌弱、坑害无辜。从今天开始，任何人必须遵守这个山规。夫人放心，这是黑风洞的立洞之本，绝不可丢。大叔，这都解放了，为什么这些老百姓呢还这么麻木呢？兄弟，你是城里人，对我们的大山深处还不太了解。洪江镇自古以来兵匪云集，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来的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并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大家早就都麻木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展开宣传攻势，让老百姓们都知道，这上清江的天是真的要变了。只有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才是他们真正的救星，一来就能切中要害。看来上级让我们搭档是派对了。哎呀，你就别谦虚了，大帅，上清江可是你的老地头，革命斗争经验你又非常丰富，我以后要好好跟你学习呢。客气客气。老乡，你有什么事儿吗？有事。来，坐，喝水。谢谢。我们应该算是老熟人了。是。黑风洞同盘世宝当过冤家，也联手打过鬼子。大军长官，应该叫镇长。还记得我马九抗战年间尽的那点绵薄之力，我马九心里就踏实了。老乡对国家和民族做过好事情的人我们党和政府都是非常肯定的。那是，共党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当得天下不能叫共党，应该叫共产党。共党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种蔑称。哟，你瞧我这张臭嘴，完全为国民党教化坏了。什么共党的，应该叫共产党。马九你心里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踏实的呀？老乡，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就大胆说。两位长官火眼金睛，真是看到我马九心里去了。那早些年间，迫于求条活路，我落草黑风洞为匪的事儿，不知二位长官。那就要看自抗战之后，
你同真妹子这伙国民党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哎，天地良心，镇长，您一定相信我。自打抗战结束后，我同那个土匪婆娘早就没有关系了。他们去京口作威作福，我是故土难离，守着这家小客栈，过着本分人的日子。老乡，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在抗战时期又做过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的时候，你却没有参与，说明你呀，就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要团结的那些人。哎呦，那我谢谢二位长官，谢谢二位长官。我马九这回心里真的踏实多了，我马九一定洗心革面，积极向政府靠拢，积极配合两位长官和工作队，号召民众拥护共产党。好。站长密令，共军主力入川，同国军在川决战，三江的兵力空虚，这正是我们颠覆共党新生政权，同国军反攻光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站长要求我们干出1、2件惊天动地的事儿，震撼三江。震撼三江，哼，说的容易，一个整编的纵队都差点被共军在京口给围歼了。就我们那几号残兵败将死里逃生的兄弟，纯属运气，还能有什么狗屁作为？哎，老四啊，咱们这些从黑风洞打出来的人，不都还活着吗？啊，打不过大的，咱打小的；啃不过硬的，咱啃软的。嘿，这上清江还是俺们的天下。哎，二支队长说的对，在上清江，咱们还是有事儿可干的。这些日子，解放军工作队把洪江镇教化的可以。若说干出1、2件惊天动地的事儿，洪江镇是我们最好的目标。哎，俺同意。嘿，整天躲在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早该去个热闹地方打打军需了啊！要不，咱们通知纵队，2家联合行动，最起码也要请示真妹子这个司令吧。哎，三支队长，以我们现有的兵力拿下洪江镇完全没有问题，你却没有真正领会上峰的意思。我们这次行动恰恰不能让真妹子参加，甚至预先都不能让她知道。她会以她那个山规律令搞得我们大家一事无成。当然了，事儿干完了，教训了共党，再打上她的旗号，这就是上峰的高明之处。哦，是让他在共党面前顶缸。弟兄们，跟上啊！打下洪江镇，杀一个共党，赏银子2两。嘿嘿，所有物资谁抢到了就他就归谁啊！快！弟兄们，快点跟上啊！快快快！喂，匪军袭击洪江镇，来势凶猛，我们请求增援，请求增援。根据王卫同志的报告，此次袭击洪江镇的极有可能是真妹子他们这伙隐藏在上清江大山深处的国民党残军。反众之计，顽固不化。支队主令，迅速支援洪江镇。是。你们给我记住，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消灭敌人，消灭真妹子的残匪，彻底还上清江人民安宁。
你这个京口的共党地下分子，竟也敢来上清江捣乱！你想不想知道你会死在谁的手里？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你们这样无知而又愚蠢的活着。国民党残军们，你们听着，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已经彻底被打垮了。你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的向人民政府投降。我王维教书育人，在这里告诫大家，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继续和人民为敌，那么鬼门关就在前面等着你们一个一个的进来。好啊，那第一个进来的人一定会是真妹子。今天消灭你们，我们都是奉了她的军令。她点着名要杀你，杀你这个把他儿子教化成共党激进分子的好老师。你们大家听到了吗？连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都在反对国民党，这个党早就腐败透顶，早就要完蛋了。醒醒！这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乡亲们，也许你们都认得我秦玉环，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们杀的都是共产党的人，同乡亲们无关。但我也要警告大家，我们的司令长官真妹子昭告上清江，你们谁要是敢跟着共产党解放军跑，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是谁下令血洗洪江镇的？上峰，刘特派员，你的上峰就在眼前，纵队司令部可没下过这道命令。2支队、3支队有权灵机应变，打击共党。可眼前的问题却不是谁下不下命令，是党国军人对此事件的态度立场问题。好，那我就送你一程，让你胸斩熊的头上去。夫人不可，夫人不可呀！马凳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龟儿子的，你要是不怕死，站那别动。支队长、政委，情况是这样的，血洗洪江镇的就是真妹子匪帮。就近安葬，等上清江彻底太平了，我们要为他们立碑。鸣枪！夫人。很显然，这件事是展雄在幕后操纵。他明知夫人不会滥杀无辜，故此假以夫人的名义制造惨案，其目的不言而喻呀，就是要栽赃陷害夫人，断绝共产党对夫人的宽宥。夫
夫人若是于冲动之中杀了刘汉举，又管什么用呢？一个喽啰，一个保密局的死硬分子，他这条狗命抵不上少爷的安危呀！二当家的，我很后悔。解放军总攻京口的那天晚上，我就该舍弃了天赐，让弟兄们得到新生。一个孩子牵连着千百个无辜弟兄的性命，我自责，这不是母爱，是自私。是我让弟兄们越走越黑，成了我们娘俩的殉葬。夫人的深意，足令弟兄们感动，可是也不尽然。夫人想过没有？天赐是柳双儿的孩子，夫人舐犊胜过爱己，更是对生死姐妹、哀尸的骨肉，承担着深厚感情和江湖道义。弟兄们放下武器，倒是得到了解脱。若是天赐有什么不测，夫人该如何面对柳双儿呢？柳双儿又如何感想呢？作为母亲，夫人母爱伟大；作为友，夫人兼顾着保护姐妹亲生骨肉的江湖道义。要让夫人放弃天赐，难呐。可天赐到底是……夫人，现在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夫人以前抉择的对与错，就不要再考虑它了。现在全依少爷安危，夫人只能同解放军周旋。只有这样，展雄才会露面。只要他一露面，主动权就掌握在夫人手中。这才是夫人眼下最好的选择呀。同志们，司令员特意指示我们，此次我支队主力进山剿匪，不但要击溃敌人，更要歼灭敌人，特别是真妹子残匪，还上京江人民以安宁。就是没有这个指示，这一次也要彻底消灭真妹子残匪。对，为烈士们报仇。真妹子残匪血洗洪江镇，同时呢，也暴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地黑风洞。这次的行动由我跟宋政委分头执行，支队一半主力由我亲自率领，今天晚上赶到黑风垭，明早就打响战斗。支队的另一半主力由宋政委带领，袭击秦玉环匪帮2、3支队。他们也许会增援黑风洞，也许会趁火打劫，偷袭洪江镇我支队的后勤，以此来干扰我们对黑风洞的进攻。不管怎么说，他们必经风雨桥。记住，围点打援。我部歼灭秦玉环残匪后，立刻挥师黑风洞，同支队长会合，务必歼灭真妹子残匪。是。军凌晨发起突袭，主攻黑风垭要塞，同时派出兵力攀登峭壁，绕道攻击黑风垭侧后，企图合围我黑风洞。柳双儿摆出了全歼我的架势。夫人明鉴呐，柳双儿的架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司令，情形危急，应该急调2支队、3支队驰援黑风洞。哼，你总算开口说了句人话，调他们过来。跟他们一起算血洗洪江镇这笔账。夫人，我这就去电令2支队、3支队。
甄妹子向来是个很镇定的人，哎，这次急调2支队、3支队驰援黑风洞，看来是止不住劲儿了。哼，三哥，现在可不同以前我们清剿上清江新四军那阵子的光景，我们追，人家跑。现在就是我们全部压上去了，也未必是柳双儿的对手啊。2位支队长官是对甄妹子旧日有仇，所以才见死不救吧？是，又怎么样？不是我们同他那点旧仇，你们那些个狗屁站长能从容地劫持人家的少爷，从我的防线突出金口？可是今天的情况却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往年他在黑风洞差点没折腾死俺们兄弟，俺的这条腿就是他给他铲的。如今老大都没了，休想让俺们再去替他卖命。2位支队长官，不一样的是，在京口你们没同他甄妹子瞎跑投共作对了，可是今天，甄妹子这杆反共大旗却不能倒，我们必须援救。你们2位长官身为党国的将校，觉悟却如此低下。特派员小姐，你以为你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就能指挥动我手下这些个兄弟？我也许指挥不动你们，可你们别忘了，国军早晚是要收复三江的。到了那个时候，有功则赏，有罪也得罚。好，这个办法好。这样，我们不去正面硬碰柳双儿，以免损失。我们可以继续突袭洪江镇，打他们一个意想不到，这样既可断了柳双儿的军需，也可解黑风洞之围。哎，这个主意还差不多，只要少死弟兄，又能抢到东西，俺们就干。好，我们就要实惠。黑风洞一线敌阵，不要急于总攻，让敌人感到压力就好。明白。支队长要双收，调出敌人援兵，把两股匪帮子一锅烩了。总不能让宋政委白跑一趟吧？是。夫人，黑风亚失守了，解放军重兵压过来。与黑风洞外围阵地交上火了，援兵呢？援兵呢？援兵为什么还不到？司令，在电令催呀！你要再大呼小叫，我一扰乱就去毙了你！二当家的，柳双儿跟我们一样，也在等着援兵，所不同的是，我们在等着救命，他在等着歼灭。夫人为何作此断言呀？援军没到，不是秦玉环没有出动，他不敢见死不救。只是他们改变了方向，偷袭洪江镇，故伎重演。司令说的对，钱玉环同志绝对不可能见死不救。他们要是偷袭了洪江镇，照样可以给我们解围。司令，我们要坚持啊！别做梦了，齐玉环一样会遭埋伏，到不了洪江镇。啊？夫人说钱玉环会遭埋伏，那我们完了。二当家的，现在大势已定，我们败了，败在了我的姐妹柳双儿手里。
好干他一个啊！哎，弟兄们，加快步伐啊！到了洪江镇还有骡子。好，弟兄们跟上。哎，玉环，你一个千金大小姐，你跑到前面干什么呀？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打仗冲到最前面，你不要命了？怎么，你对你自己献的妙计都没信心了？哎呀，谁说得了啊？刘双儿把我们害这么苦，我们是小心点好。双儿，大获全胜啊！跑了秦玉环吧？你怎么知道？你最知道我跟他的关系。要抓到秦玉环，你早就跑到我这儿邀功来了。还是你了解我啊？没错，是跑了秦玉环和几个匪首。好了，你比我强，先帮我收拾眼下吧。支队主力会席了，你有什么打算？天亮总攻，拿下黑风洞。好，我同意。在总攻之前，我有一件事儿，要跟你这个当政委的请示一下。我有话对甄妹子说。你呀，还是忘不了对她的这份心思。双儿，政治攻心我没意见，可你也别忘了，一朝遭蛇咬，10年怕井绳。对甄妹子的秉性，你比我更清楚。我还是希望你别抱多大的希望。甄妹子，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小心啊！甄妹子，在京口放下武器，你还有一次新生的机会和光明的前途。这次机会，是我这个做姐妹的担着责任替你争取来的，你知不知道？洪江镇发生血案，你只能等待人民政府的审判。共产党的政策，首恶必办，无可更改。以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必会殊死一搏。我们的姐妹情分已经尽了，这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生逢了，所以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诫你：
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黑风洞这些狼烟血火20多年跟着你的兄弟们想想，不要再把他们带入绝境了，给他们最后一条生路吧。真妹子，你也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留下一点道义吧。退人们退，退人们退！弟兄们，你们不要听共匪蛊惑，现在你们脚下就是死亡。党国军人势必血战到底，不成功则成仁。司令，你想杀了我，背叛党国？我要真想杀你，不必在这里。不过你要是死了，我也不必担心有人向展雄告发我投共，也不会祸及我的孩子。司令，洪江镇血案也是元凶首恶，刚才柳尚儿说的可是十分清楚啊。这是展雄下的功夫。我现在还不想死，我要找到展雄，找到我的孩子。司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刘双儿说的对，我现在已经没有权利再把弟兄们逼上绝路。我应该在人间留点道义。我现在命令你，同参谋长一道，率领弟兄们天亮向柳双儿投降。我知道你也许不想答应，不过呢，我还是想最后一次给你机会，因为你也是被展雄逼上绝路的替死鬼，和黑风洞的弟兄们一样同命相连。你选择吧，想好了告诉我。双儿，你别着急，我们一定能查出他的去向。夫人，没听见枪声，你应该安全了吧？二当家的和弟兄们也应该安全。夫人，我一定陪您找回少爷，亲手剁了展雄这个龟儿子。马登子，天赐是你一手带大的，你这么做是应该的。报告，向忠义带到。向忠义，我们解放军对你们的投降表示欢迎，并同时承诺保障你们的生命安全。但是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们，
真妹子这个洪江镇血案的首恶元凶的下落。大军长官，我要是说洪江镇血案同夫人毫无关系，你们会相信吗？向忠义，我告诉你，真妹子是你们纵队司令，是你们这支纵队在洪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她身为纵队司令，能脱逃的干系吗？是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大军长官要这样说，我无言以对。倘若我再说出金口未能投诚的真相，你们还能相信吗？我现在问你的是真妹子的下落。宋岩，别打断他。真妹子的下落，就是未能投诚的真相，全因为她的少爷天赐，也就是你柳双儿的亲生儿子秦阳。天赐，在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天赐是我的孩子。千真万确。我用人头担保，金口投诚当口，天赐落入了展雄的手里，成为了人质。夫人只能被迫与你们周旋，挽救孩子的性命。夫人在外人眼里也许是个魔头，可是谁又体谅？她更是一位母亲。她耿耿于怀的是，她不想让生死姐妹失踪多年的儿子葬身在她的手里，所以她逃了，不能被活捉，也不能战死，全是因为这个孩子呀。大军长官，请体谅一位母亲的苦心吧。我这个他昔日的兄弟，也只能跟你们交代这些，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夫君，走。怎么可能？天赐怎么会是我的孩全歼了真妹子的反共复国军游击纵队，标志着三江剿匪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巩固新生政权、安定民心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级决定对你们独立支队进行嘉奖。但是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对三江民众、对上级要有所交代，那就是必须要抓获真妹子这个巨匪，交人民公审，为洪江镇牺牲的烈士们报仇，挽回因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双儿、宋岩，你们务必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尽快的完成任务。是。双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啊？啊，没有，保证完成任务。双儿，你为什么不把向忠义交代的情况报告给林司令员？你让我怎么说？我这个解放军的指挥员，剿匪指挥部的副指挥长，跟国民党残匪司令这妹子是姐妹，是一个孩子共同的母亲，人们不会联想吗？不会联想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会影响三江的剿匪局面吗？双儿，真妹子迟早会伏法，你也有可能找回孩子，这一切是包不住的。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早些向上级说明情况，免得以后被动。我们对上级，特别是对林司令员，应该是心怀坦白，是信任。我们更应该遵守的是组织的原则和纪律。不行，现在绝对不能说。
雪还是惊雷，梅花不怕风吹，熬过冰雪的疲惫，等待春暖的珍贵。前方挡住了谁？目光没有后退，战火走出的姐妹，越过生命的堡垒。狼烟中的玫瑰，穿过迷雾不能后退，经过不让虚美，谁说只会流泪？信仰也有是非，只是我无法奉陪。千山遇上万水，眼中还有热爱，还有热爱。狼烟中的玫瑰，穿过迷雾不能后退，经过不让虚美，谁说只会流泪？信仰也有是非，只是我无法奉陪。千山遇上